印尼26岁工人在丛林深处喷药，不慎喷中猛虎鼻眼，猛虎瞬间爆发致命攻击，血染土地，惨烈场景让同行工人魂飞魄散。据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报道，2024年一个闷热潮湿的午后，一位26岁的种植园工人正肩扛喷雾器，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相思树整齐的林列间缓慢行走。他专注地用农药喷洒着树根周围疯长的杂草，这份重复而单调的工作他做得很熟练，可他丝毫没察觉，就在几步之外的树根阴影下，一双金色树瞳正死死盯着他。那是一头成年苏门答腊虎，正将身体尽量蜷缩在昨夜刨出的土坑中，枯叶与树根为他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当喷雾器的喷嘴转向那棵树，农药物流不偏不倚地扑向了老虎的脸，刺鼻的气味与灼痛瞬间钻进他的鼻腔与眼睛。那一刻，掩藏在本能深处的猎杀冲动被彻底点燃，低沉的咆哮未及成型，他已经像一道橙色闪电般从树根下跃出，直扑眼前毫无防备的男人。这是2024年第一起苏门答腊虎袭击事件。苏门答腊岛是这种世界上最濒危虎亚种的最后堡垒，野生个体数量已不足400只，它们的近亲巴厘虎与爪哇虎早已永远消失在地球上，苏门答腊人正竭尽全力保护它们。可这是一场注定艰难的战斗，在拥有6000万人口的岛国上，城市与农田不断扩张，丛林被蚕食殆尽，他们的领地日益破碎，生存空间已被逼到悬崖边缘，人类与野生掠食者之间的冲突已不可避免。相比更为人熟知的西伯利亚虎，苏门答腊虎的体型略小，成年雄虎一般在180至225公斤之间，而西伯利亚虎可轻松突破270公斤，但千万别被这点差距迷惑。它们依旧是致命的森林之王，能在数秒内结束一个成年人的生命。即便在2024年，关于它们袭击人类的报告依旧在增加，其中大多数发生在丛林边缘或农田地带。当它们已无处可藏时，人类还能把它们逼去哪里呢？2024年5月的一个早晨，天色刚刚泛白，湿热的空气还带着夜里雨水的潮气，廖内省的一处相思树种植园渐渐热闹起来。今天是除草日，3名农场工人早已换上旧而结实的工作服，戴好防护面罩，背起沉重的喷雾罐，喷嘴里将喷出混合了刺鼻除草剂的细雾。他们的任务是保护这些昂贵的相思树，这片种植园几乎全部位于虎类保护区的腹地。当年划定大面积保护地时，农场早已存在，所以他们至今仍在保护区范围内夹缝生存。密集的相思树林几乎与天然丛林无异，枝叶交错，林下阴影深不见底。这样的环境不仅是木材的来源，也成了动物的夜间栖息地。猴群会在枝头跳跃，孔雀拖着长尾穿行林间，偶尔还能看见黑毛的马来熊从树干上缓缓爬下。人们早已习惯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白天属于人类，夜晚属于动物。这种微妙的默契让冲突大多数时候被避免。然而那天清晨出发的3名工人都已经在这片林地干了超过5年，他们谁也没料到这份平衡即将被打破。当第一缕阳光从东方透过云缝照射下来时，远处的蝙蝠正翻动翅膀，寻找适合白日休眠的枝头。它们的尖叫声与林鸟清脆的鸣叫交织在一起，像是丛林在迎接新的一天。为了尽快完成工作，3人很快分头行动，将喷雾声与脚步声撒向更广的区域。林中大多数动物此刻都在撤退，远离除草剂的辛辣气味，远离喷雾器的嗡嗡低鸣，远离人类的脚步声。可是在种植园右侧的尽头，一棵粗大相思树的树根间正蜷伏着一个夜色未曾驱散的存在，那是一头苏门答腊虎。它的橙褐色皮毛被树根与腐叶的阴影吞没，金色的树瞳在缝隙中静静闪烁。它呼吸极轻，肌肉绷得像弦，耳尖微微抖动，捕捉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枯叶轻微的碎裂声像一连串倒数逼近它的领地，而他正将自己缩得更紧，等待着那个踩进危险距离的瞬间。不幸的是，这名26岁的工人做事一向细致到近乎固执，他走到哪儿，哪棵树都要喷到一滴不漏。此刻他全神贯注地举着喷药器，对准一棵树根交错的老榕树细细喷洒，丝毫没注意到距离自己脚边不足1英尺的地方正潜伏着一头苏门答腊虎。那是一块融进黑土与阴影的肌肉石块，蜷伏在树根交错形成的天然洞穴中。它的身体被浓密的腐叶与根须掩映，只在昏暗的窝口隐约露出一张橘黄条纹的面庞，金色的眼睛在阴影里静静燃烧，没有眨动，像2盏随时会爆裂的灯。
猎手屏住呼吸，连尾尖都没动一下。按理说，如果没有意外，他会一直隐忍，直到这个闯入者走远，然后再无声无息地退回密林。然而，意外发生了，喷嘴忽然扫过树根缝隙，一股细密的药物钻进洞口，带着刺鼻的化学气味直灌虎的鼻腔与眼睛。那气味像一把生锈的钩子，从鼻腔深处狠狠刮过，紧接着是灼热的痛感，像有人用火星在他眼里碾碎。他的耳膜仿佛被血脉冲开，低沉沙哑的怒吼从胸腔炸裂，瞬间震得四周空气发颤。然后世界开始慢下来，树根的阴影骤然膨胀，一道橙色的闪电在视野里拔地而起，不是一团带着热浪和肌肉爆裂声的生命向他扑来。工人的瞳孔疯狂收缩，呼吸卡在喉咙。他看到虎的每一根胡须都在震动，看到那双眼睛里闪过的不是饥饿，而是被痛点燃的杀意。一声闷响，右臂被咬住，虎齿瞬间贯穿肌肉与骨头，痛感比雷电还快传到大脑。300磅的重量压下，他的身体像布偶一样被砸翻在地，湿泥飞溅，脊椎被震得一麻，耳朵里全是血液冲击鼓膜的轰鸣。他想喊，可声音被血腥呛回去，左手去推虎头，骨头已经像湿粉般碎掉，手指毫无力量，软塌塌地挂在手腕上。鲜血从断裂的腕骨喷涌，溅在虎身温热的橙色皮毛上，沿着黑色条纹蜿蜒而下，渗进泥土。猛虎忽然松口，抬头换位。慢动作的世界里，他看见那张血淋淋的巨口正对准自己的喉咙，下一刻，所有的空气、声音和血液被封死。他的呼吸变成绝望的嘶鸣，像破裂的风箱。男子的双手在虎的肩颈间胡乱拍打抓挠，却像推一块永远不会让开的岩石，缺氧像冰水一样灌满了他全身，每一次心跳都比上一次更慢更重。他的视野边缘开始一点点塌陷，黑色从四周侵入，吞掉绿色的丛林、橙色的虎纹、灰色的天空，直到世界上只剩下心脏最后一次无力的跳动，以及丛林深处的无处可逃的寂静。此时，农药带来的灼痛正在老虎的眼鼻间缓缓退去，像退潮般一阵模糊一阵清晰地交替着他的视线。他低低喘息，胸腔像风箱般急剧起伏，鼻孔间的热气喷在潮湿的泥土上，化作一缕缕白雾。林间的寂静被突如其来的沉重脚步声猛然击碎。另外2名工人听到惨叫的刹那，手中的喷药动作像被拦腰截断，背上的设备还没来得及卸下，就连喷雾器也直接甩在地上。金属与泥地的闷响像沉钉钉入大地，接着是湿泥溅起的扑哧声。粗重的弓靴一次次砸在松软的土地上，溅起的泥点沿着裤腿一路飞溅到膝盖。男子急促的呼喊声刺破树林，惊慌与决绝夹在破碎的气息里，在林间回荡的久久不散。噪声惊动了老虎，他的瞳孔骤然收缩，耳廓像雷达一样朝声源方向抖动。视线虽逐渐恢复，但鼻腔与眼眶的刺痛仍在灼烧神经，像一根拉到极限的钢丝，颤抖却未断裂。多年的丛林本能告诉他，这种沉重、急促且不止一双的脚步声不是单个猎物，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威胁，不值得老虎冒险。下一秒，他松开嘴下那具奄奄一息的身体，牙齿从血肉中抽离的声音带着温热的诗腥。老虎的肌肉猛然收缩，四肢像压缩到极限的弹簧，在泥地上猛蹬，化作一道橘黄与黑影交错的闪电，几乎不带一丝回音地没入更深的密林。枝叶间只留下短短一瞬的虎纹闪光，随即被灌木和阴影吞没。工友气喘吁吁冲到现场时，首先迎面扑来的是混合着血腥、泥土与腐叶的浓烈气味，像一堵厚墙堵在鼻腔深处。地上的人已经没了气息，眼睛微睁，凝固着最后的惊恐。颈部的伤口仍汩汩涌出温热的鲜血，在泥地上蜿蜒成暗红色的细流，慢慢渗入厚厚的落叶下。若不是在窒息中先断了气，他也会在数秒之内被这股喷涌的血流带走生命，因为整个喉咙已被彻底撕裂，只剩下翻卷的血肉与几根裸露的金条，惨不忍睹。死者的双手依旧攥紧，指甲缝间嵌着几缕橙色粗硬的毛发，那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刻拼死抓下的，徒劳却顽强的反击痕迹。林地四周，调查人员后来找到了老虎藏身的树根窝，以及一路延伸进密林深处的爪印。所有迹象表明，这并非一场有计划的猎杀，而是一次极端不幸且致命的偶发冲突。即便如此，当局在当晚便拍板决定，必须立即出动搜捕。哪怕苏门答腊虎的数量已濒临绝种，杀人就是杀人，必须被处理。然而，
这头猛兽似乎已彻底没入那片熟悉而神秘的丛林深处，那里是它真正的领土，也是它血脉深处永恒的归宿。经历了农药喷雾带来的灼痛与窒息，它或许会在记忆里刻下这一道教训，从此远离相思树众之远。但这只是人类的推测，丛林里的王者并不受人类逻辑的约束，它的每一次出现与消失，都像阴影般无法预测，它是否会再次回来，只有时间才能揭晓答案。只是从经验来看，一旦一头虎尝过人肉的滋味，结局往往会变得危险。他们会敏锐地意识到，人类不仅行动缓慢、缺乏防御，而且捕获的难度远低于野猪或鹿，回报却同样丰厚。这种新发现的猎物模式，对于一头捕食者来说是近乎无法抗拒的诱惑。也许它真的会消失在原始丛林的深处，再不与人类有交集。也许它会在某个风雨交加的清晨悄然回到边界，沿着泥泞的林道，循着气味与记忆，重访曾带来猎物与鲜血的地方。眼下人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待，并祈祷这名年轻的种植园工人会是唯一一个在这片土地上遭遇如此恐怖致命命运的人。